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吉。那如你们所看到的标题，对，我换了 Ryzen 7 5800X 的 CPU。那在这边呢，我就大概跟你们介绍 AMD Ryzen 7 5800X 的规格。Ryzen 7 5800X 的规格呢，它的 CPU core 呢是有8个 ，thread 的话呢是有16个。那它的 base clock 的话呢是 3.8 GHz， 那它能 boost 到最高的 clock speed 的话呢是去到 4.7 GHz。那它的 default 的 TDP 呢是105 W。那在我换 Ryzen 7 5800X 之前呢，我是用 AMD 的 Ryzen 7 1700。那我为什么要换呢？那是因为我最近玩了一个游戏，是需要 Single Core Clock Speed 比较高的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呢就是 Valorant， 你们应该有听说过这个游戏吧？这个 AMD Ryzen 7 5800X 它的 Single Core 的 Clock Speed Max Boost Clock Speed 的话呢，可以去到 4.7 GHz。是算比较高了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我之前用这的 AMD Ryzen 7 1700旧了。AMD Ryzen 7 1700呢是在2017年出的。AMD Ryzen 7 1700它的 Single Core 的 Clock Speed 呢，最高呢是能去到 3.7 GHz 而已。跟 AMD Ryzen 7 5800X 相比的话，整整差了一个 1.1 GHz。除了在游戏方面有所提升以外的话，在我剪片的性能方面呢，也是有所提升的。在今天的这个影片呢，我会做 Valorant 游戏的测试给你们看，它的 FPS 最高呢是能去到多少。在 Valorant 游戏测试下，在它的练习场之前，我用这 Ryzen 7 1700，它的 FPS 是大概在200跟300左右。那在 Ryzen 7 5800X 的测试下，它的 FPS 大概是在500跟700左右，相差还蛮多的。接着呢，做游戏的测试呢，我还做了剪片过后 export 一个 4K 的影片，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。接着呢，我也做了剪片过后 export 一个 4K 的影片，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。那在这边呢，我用了大概4分钟长的一个影片做 export。export 的时间呢是大概需要5分钟的时间，跟比起我之前的 Ryzen 7 1700还要快大概2到4分钟的时间。在这边呢，我也做个使用了 AMD Ryzen 7 的心得。那在这边呢 ，AMD Ryzen 7 1700跟 AMD Ryzen 7 5800X 的温度差别呢，是真的差很多。是因为他们的 TDP 呢也是差蛮多的。AMD Ryzen 7 5800X 我有试了 Cinebench R15 的测试，按了 Test 了过后呢 ，AMD Ryzen 7 的温度呢直接上到90度。那上到了90度过后呢，我就吓到 ，What the？ 怎么那么高啊，它的温度。过后呢，我有去网络查了一下，才知道，当你的 CPU 用量去到 100% 的时候呢，温度去到90度。官网说呢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performance 跟它的寿命。听到官方这样说呢，这下子我就放心了。这个 AMD Ryzen 7 5800X 的 CPU 除了它的温度高以外的话呢，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它的性能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我非常的满意。毕竟呢，这个 AMD Ryzen 7 5800X 呢，我用了马币2000块买的，就久换一次嘛，久换一次。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有谁跟我用一样的 AMD Ryzen 7 5800X 的 CPU 的话呢，可以分享你们的心得哦，在下面留言哦，一起讨论。那在这边呢，如果你们谁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去按订阅和按小铃铛。如果有最新的影片的时候呢，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就不会 miss 掉我的影片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告诉你们哦，大概目前观看我影片的人呢，大概还有90% 的观众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记得去按订阅啊，帮我
或1000的订阅者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，我是老吉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！不要忘记订阅哦。